未婚夫好像失恋了，他胡子拉碴的，手持白月光的照片，抑郁难耐。听说那白月光嫌弃他抠搜活不好，就把他给甩了，可真惨。我美滋滋的掏出手机，放大腹肌照。还好我的奶狗男友超厉害，凌晨3点半，我被哐当敲门声惊醒。晚归的周玉满身寒气站在门口，低气压。沈田，家里没套子了。什么？我睡懵了的大脑有些没反应过来。听不懂人话是吗？周玉皱眉啧了一声，命令道：现在就给我买，别耽误正事。我几乎是踉跄着被他拽出去，直到看到客厅沙发上坐着的乔芷柔时，困顿的瞌睡一下就清醒了。沈田，原来你也在家呀。乔芷柔轻晃着细白的腿，一双眼直勾勾地望着我。阿玉性子急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怎么从房间里出来了？穿这么少不怕生病？沈玉快步走过去，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。我只是想跟沈田打个招呼嘛。乔芷柔仰着头吐了下舌头，潋滟的眼眸泛着水光。那样的我见犹怜，不愧是能让人魂不守舍的白月光。下次不许这样。周玉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，语气半是无奈半是宠溺。乔芷柔嘻嘻一笑，扑进周武的怀中，两人亲昵依偎在一起，倒显得我很多余的。显然周玉也这样认为。察觉到他投来的不耐视线，我识趣拐向大门口。余光里，周玉揽着乔芷柔头也不回地上楼，全然忘了这里是郊外别墅，周围最近的便利店都在10公里外。3更半夜，别说是车，连个鬼都没有。外面还在下暴雨，看来今晚是别想好好休息了。我刚叹口气，手机叮铃一下，屏幕弹出一条信息：江瑞，姐姐，上次我尺寸买小了，就把东西放在客厅，没被发现吧？心脏咚的一跳，我胆战心惊地在沙发夹缝里翻出一个塑料盒，封面带上的健壮肌肉男搔首弄姿，底下清晰印着几行字：超薄 M 清凉薄荷，男人福音。呼，我长舒一口气，还好没被发现。掐着时间，原地做了几个深蹲，又去厨房往脸上泼点水。我摆出一副气喘吁吁的模样，敲门谁东西？是乔芷柔开的门。沈田，你这条狗还真好用。他娇笑着，得意炫耀脖颈上一圈暧昧红痕。我适时挤出黯然的表情。乔芷柔见状，笑得更开怀，往我脚下丢了张支票。诺，阿玉赏你的，好好伺候着。我捡起支票，缓慢踱步进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快速关门捂嘴。不捂不行，啥也没干就狂赚5万。我怕笑得太大声被别人发现商机。乔芷柔说我是沈玉的狗，其实也没说错。我是受周家资助长大的贫困生，在周夫人的暗示下成了周玉的跟班。为了还恩情，我处处讨好他，却被周围的人认定我爱慕周玉，是终极舔狗。周玉对此很是厌恶，尤其是在周夫人强硬把我塞给他当未婚妻，对我的憎恨到达顶峰。订婚宴结束后，他双目猩红地掐着我的脖子。沈田，你是我见过最恶毒的女人，你以为这样我就能高看你一眼？做梦！是你逼着拆散我和芷柔，事实上我是被周夫人一个电话骗来的，甚至被推到台上起。没人问我愿不愿意当所谓的未婚妻，当然我的答案也不重要。周玉完全没意识到，就冲乔芷柔有个坐牢的爸和赌博的妈，周夫人绝对不会答应他们在一起。那天要不是化妆师忘带行李返回寻找，我的小命真就要交代在那里。事后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，才勉强保住声带。但周玉认定我居心叵测，想方设法折磨我，故意要我半夜去接他，抵达后闹失踪，当众把手表扔进泳池，要我寒冬腊月下水寻找，还经常把乔芷柔带到别墅当我的面条情，每次煎熬完还会用金钱羞辱我。才不过几个月，我就攒下快100万的小金库，比周家当初花费钱翻了数十倍，够偿还恩情了。打定离开的我曾委婉暗示让周玉给乔芷柔名分，这破未婚妻谁爱当谁当。没想到周玉骤然翻脸，沈田，你从哪学来以退为进的下贱手段？我心里只有芷柔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他嘲弄着上下扫我2眼，眼神轻佻冒犯。不过要是能讨我欢心，我不介意多个暖床的玩意儿，麻痹谁稀罕你那根烂黄瓜。送走周玉后，我迫不及待去洗了个澡，才勉强减轻那黏腻的恶心感。离开是势在必行了。就在我默默计划之时，突然传来消息，周玉和乔芷柔闹起了冷战，且这把火莫名其妙烧到了我的身上。刚得知这消息时，我其实没太放在心上，忙着和年下小奶狗不嘴。卧室里，我跨坐在江瑞的身上，搂着他的脖子胡乱地啃。
江瑞是在工地上捡的，当时他被人欺负，而我刚好被周玉戏耍完，本着同病相怜出手救了他。之后江瑞执着要报答我，然后我就包养了他。未婚夫出轨，我给戴绿帽，很公平，花的还是周玉羞辱我的钱，被得的感觉爽。江瑞言好嘴甜，身材棒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粘人。他说对我一见钟情，也想要个名分。姐姐，你值得更好的，让我陪你一辈子好不好？说这话时，江瑞仰着头，黑色的发丝粘在额头上，明亮的眼眸映出一个完整的我，少年爱意燃烧汹涌。我很感动，然后婉拒了他。姐姐，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就随意欺负。他把我按在怀里，头抵在脖颈上，眸光湿漉漉。我不由心软，答应他提出的调情小游戏。猜拳打赌，我输了亲他一次，他输了脱一件。那白 T 下若隐若现的腹肌很难让人拒绝，要是没被周玉带到就更好了。周玉突临别墅太事发突然，我只勉强把江瑞推进浴室，飞奔着把人堵在房门外，可不想还是被发现了端倪。对视良久后，他冷下脸，沈田，你背着我都做了什么？我下意识地瞄了下旁边的试衣镜，就看到自己身着贴身性感的辣妹装，唇边口红暧昧晕染，眼底还有尚未散去的媚态，简直把有猫腻刻在了脑门。我心里叹息一声，早知道就不玩什么角色 play， 都怪江妲己太魅惑。周玉，你不会怀疑我养了小情人吧？我佯装震惊，熟练摆出以往舔狗姿态，怎么可能？我那么爱你。周玉轻哼了一声，表情缓和了不少。可下一秒，江瑞湿漉着头发，裹着浴巾就这么走出来。姐姐，我衣服都脱好了，赤裸着的后背上还有我留下的道道红痕。新欢旧爱齐聚一堂，刺激，空气一瞬死寂。周玉脸色黑如锅底，他咬着牙根怒视我，沈田，你怎么敢？我不仅敢，用的还是你的钱包养人呢。门外的周玉已是暴跳如雷，还没正式摆脱那炮灰的未婚妻身份，还是得伏低做小。话语在舌尖打转了一圈，我淡然解释，误会了，他是我请来修水管的，洗手间的淋浴喷头坏了，不信的话我这里有预约单。我慢条斯理地点开手机上的预约 app， 上面的确有提前预约的维修单。我做事习惯万事周全，每次江瑞来都会留好退路。如果周玉再仔细一点，就会发现我这个月已经下了16次单。谁好人家水管那么不经草，可周玉完全没察觉，只随意瞄了一眼就移开视线，脸色稍缓。最好是这样，记住，你沈田只不过是我周家养的一条狗，就算我嫌弃你，你也得趴在我脚边。我微笑点头，掌心无声掐出血丝。就在这时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江瑞挡在我面前，严肃维护道，他是活生生的人，有自己的选择。我错愕地看着他。江瑞回过头，认真小声地对我说，姐姐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可以欺负你。那近乎天真的诚意，带着能燃烧一切的勇气。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周玉轻视如玩物。周夫人把我当作治国儿子的工具人，身边的人嘲笑我是个不知廉耻的舔狗，只有江瑞说把我当作人。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了心里咔嚓破壳的声音，我不想再忍耐下去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教我做事？周玉冷笑着，掏出一叠100元大钞，轻蔑丢在江瑞面前，拿着钱滚出去。赤裸裸的羞辱令江瑞眼都红了。我蹲下身，把钱一张张捡起来，满满塞进江瑞的手中。沈田，原来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周玉笑得嚣张邪肆，眼神轻蔑无人，而他根本没注意到，我借着给钱的动作，旁若无人地勾了下江瑞的小拇指，轻悠悠，心痒痒。听我的，乖乖回去。上一局你输了，欠我的好处不许赖。江瑞离开时脸又红了，这次是羞的。等房间里就剩2人时，周玉终于说出了他来的目的，是来搬救兵救他的心头肉乔芷柔。如往常般不耐命令我。我听完后平静应下，知道了，心里想的却是这操蛋的日子终于能结束了。姑奶奶，我不伺候了。周玉是押着我回老宅当救兵，也不知道乔芷柔哪根筋搭错了，背着人闹到周夫人面前，说她才是周玉的真爱，想要一直长相厮守，求人成全。周夫人当场怒不可遏，害怕心肝有个好歹，周玉这才命令我配合着演戏，把人平安带出来。顺利抵达老宅后，我单独找到周夫人，二话不说，先递上了个白信封，里面都是我这些年积攒的钱。周夫人看了眼后，叹了声气，我们之间终究还是没有做家人的缘分。周玉不珍惜你，是他没有福气。周夫人感慨地说，她当年也是父母之命结婚，虽然没什么感情基础，
但这些年细水长流也能过日子。当初选我当未来儿媳也要这方面的考虑。沈田，我是真心希望你和周玉有个好结果。周夫人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，我浅笑着没有接话。有些场面话听听就行，真要放在心里的才是蠢货。当初要不是周玉闹得太激烈，以至于周家名誉受损，我只不过是当时迫不得已被推出来的一个工具。周家家大业大，怎么可能会考虑我一个没后台的孤女？只不过当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就算是联姻考虑，正经人家谁会把自家的女儿往火坑里推？所以当时欠周家恩情的我是不二人选。就在上周，周夫人邀请一圈贵太太来家里开茶话会，好巧不巧，他们都有适龄的女儿，现在已经有了成算。我这碍眼的工具人当然要一脚踢开。不过他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，周玉那货配不上我。装模作样应付完，我关上书房大门，那一刻感觉肩膀上的沉重一扫而空，连眼前厚重土黄的地毯都变得明媚起来。一路来到老宅大门，才发现周玉和乔芷柔还在拉拉扯扯。周玉，我和你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为了钱，我那么爱你，只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而已。乔芷柔通红着眼眶，仰头看向周玉，眼角一片湿润。周玉复杂的双眼逐渐被柔情淹没，两人又抱在一起，无趣又油腻的剧情发展，多看一眼都牙疼。我双手揣兜，正准备路过，周玉却突然叫住我：沈田，这次做得不错，看在你识趣的份上，随便把男人带回家这件事就原谅你了。他难得缓和亮色，挑着眉，摆出一副大发慈悲的姿态。在他身后，乔芷柔不知什么时候停下了娇弱的抽泣，看向我的眼神警惕且不友好。我笑了，脑子有病就去治。什么？周玉高大的身体愣在原地，几秒后他反应过来，面色一沉：沈田，你什么态度？当然是面对傻逼的态度了。我优雅竖起中指，微笑：滚，别来沾边，骂人好爽。尤其是看到周玉不敢置信的愚蠢模样，爽感度直接爆表。沈田，你是心疯了吧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反应过来的周玉冷笑一声，怕不是忘了当年为我变成死狗的模样，那滋味你还想再尝一遍？周玉说的事情发生在高中，因为小根的身份，我被所有人耻笑，但因为周夫人的嘱托，我只能忍受所有的白眼和厌恶，继续跟在周玉的身边，因此被连累，身上断了3根肋骨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校外有混混追求乔芷柔，周玉一怒为红颜找人约架，可等到现场的时候，他一人被10几个团伙围堵。如果不是我拼了命的把他护在身后，他都不一定能活到现在。不保护不行，要是周玉伤了一根头发丝，我就没书念了。因此被敲了好几下黑棍，口鼻流血，气息微弱，倒地不起。那些小混混怕闹出人命，赶忙跑了，周玉也跑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昏暗的小巷子里。鲜血哗啦啦从后脑勺的漏，我又冷又累，闭眼昏死过去。后来做笔录的警察小姐姐告诉我，再晚几分钟我就真没命了。多亏有个上补习班的初中生路过，及时报警，也幸好有足够的求生欲。听说那小孩的手都被掐破了皮，因此我在病床上躺了半年，错过心心念念的高考，也没能和救命恩人道一声谢，被迫跟随分数不够的周玉一起出国，继续当他身边的舔狗。眼前，周玉得意洋洋地把我的伤痛当成炫耀资本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。突然很想知道，这样自大的周玉得知真相，表情一定很精彩。这样想着，我也就顺势把当年的事情复述一遍。周玉，你该不会以为我真是为了你吧？要不是周夫人点名，像你这种冲动易怒没头脑的人，我多看一眼都嫌辣眼睛。周玉原地踉跄了2步，他抬起头，眼中翻涌着风暴。没多久，他扑哧一声大笑：沈田，你装什么装？有谁不知道你是我周玉身边出尽洋相的舔狗？当初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现在摆出这副清高的模样。当了婊子就不要立牌坊，像是要把我死死踩在脚下要搬。周玉故意提起过往赶上架对他的讨好行为，当笑话谈资。你为了等我回家，3更半夜痴痴守在门口。我告诉他，那天我在熬夜追剧，你没注意客厅放映的电视机吗？你还专门早起给我煮醒酒汤。我猛地一拍脑门，哦，那是我前一晚忘洗的刷锅水。沈田，你每日风雨无阻地给我送爱心便当。我反问他，我顺手给自己做的午饭，把多余的边角料装盒子给你很难吗？从志得意满到涣散恍惚，周玉这下彻底破防了。他嘶哑着嗓音，不可置信地朝我大吼：沈田，你说你爱我，那当然是骗你的，我蹙眉摊手，这种话你也信？
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周玉不说话了。他此刻恍若气到极致，攥紧的拳心因为过于用力，凸起清白的指节。身边，乔芷柔白着脸蛋喊他的名字都没得到回应，和往日大相径庭。我甚至还能看到他眼眸中的红血丝，就这么愤怒破防。我很不解，平日周玉不是哪都看我不顺眼，嫌弃我是舔狗，降低他的档次品味。现在我不纠缠了，怎么反而摆出这样受辱男人的姿态？自尊心太要强也不太好啊。想了想，我郑重早语气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。周玉猛然抬起头，看向我的目光是前所未有的灼热。我反手就是个付款二维码界面，理直气壮道：那天你和乔芷柔用的套子是我花的钱，赊账可耻，赶紧给钱！恼羞成怒的周玉直接开车离开，连乔芷柔都忘在路边。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打车离开。而我火速收拾行李，从那个所谓的婚房别墅里搬出来，住进了提前就租好的小公寓，却没想前脚刚走，就搬周玉发现了。他一口气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消息更是狂轰滥炸，我都被他弄烦了，反手就是一波拉黑。可清静没多久，他就换着其他号码继续骚扰。姐姐，不如你直接换个号码吧，正好也能和过去告别，迎接新生，寓意也不错。眼前忽的一暗，我抬起头，江瑞捧着搬家的纸箱站在我身边，脸上的表情纯粹又无辜，倒是个好主意。我点点头，看着他脸上的笑容又深了一分，继续帮我整理。清瘦心长的背影恍若长出摇晃的狼尾巴，一定是搬家太累了，错觉。我眨了眨眼，开启陌生号码拦截，总算清静片刻了。至于江瑞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这货离开别墅就一直守在周围，一见我回来就粘上，得知我要搬家，更是自告奋勇，兴致比我还要高。在我问他时，态度可理直气壮了。姐姐，说好的不许抵赖，貌似真正拥有福利的是我吧？但有人帮忙，我也乐得清闲。直到此时此刻，姐姐，这些放哪？我一回头，脸上的血色蔓延到耳后根。江瑞正双手虔诚捧着我因为猎奇买来的红色战袍，粉色、透明、蕾丝边，号称能拔地而起 A 遍地的神秘武器。关键是他那一脸纯情啊！我原地表演了个闷炸，同手同脚飞奔过去，把东西拽到后面藏好。好了，剩下的东西我自己整理就可以。今天太忙，改天请客慢走不送。几乎是拖拽着把江瑞送出门。一转身，我看到他朝我亲昵地眨了眨眼，然后走到隔壁门。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，姐姐有事别客气。我客不客气不清楚，江瑞是挺不客气的。凌晨3点半把我叫起来，邀请我去看日出。在还是满天星星的时候，他紧紧地把我抱住。姐姐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以后也要一起来。我和你。当时我昏昏欲睡，山顶的风不小，刮得我眼眸模糊。可江瑞那闪烁灼热的眼眸却是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。等反应过来，他不知何时也盯着我看。愣神的时候，他凑近吻了过来。这不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吻，从前荒唐戏玩时不知道亲昵过多少次。可年轻的少年依旧青涩颤抖，带着毫不遮掩的灼热，理智随着焰火一同蒸发。江瑞微烫的汗水滴落在我的脖颈，他吻的虔诚又真心，朦胧的轮廓在光晕下涣散的有些熟悉。我闭上眼，忍不住用力抱紧他。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我颤着声线玩他：江瑞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可惜还没等到答案，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出现，神情倨傲又冷漠地甩下一张卡：500万，离开我弟弟。原来江瑞不是无家可归的可怜流浪狗，而是和家里闹别扭的有钱小少爷。趁着江瑞不在，去不远处的小店给我买水。他那霸总姐姐冷酷发言：沈小姐，恕我直言，你和小瑞并不般配，不提年龄差，家境也悬殊，你的生活环境太复杂。小瑞单纯，招架不住，屁的单纯，在我面前装可怜贼，熟悉了好吗？我盯着眼前的银行卡，内心起伏挣扎。不愧是有钱人，出手都不是一般的阔绰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江瑞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，他跑得气喘吁吁，一副生怕来晚的模样，手里还攥着我爱的柠檬汽水。瞧见霸总姐，他立马把头转到一边。我说了我的事情，不要你管。好啊，那生活费我继续扣着。霸总姐面色波澜不惊，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，都不用我吹，你多吃2顿软饭就散了。江瑞立马噎住。算了，这事传出去，我老江家丢不起这个脸。霸总姐转身把支票塞进我的口袋，道：小瑞他就拜托了。说着就潇洒起身准备离开。
我机灵的大脑一下没转过弯，不是，你刚才不还是要阻止我们吗？说好的拆散呢？所以现在是闹哪样？一切豪门的正常操作，稍稍走个流程。霸总姐一甩头发，语气散漫，真要把你给吓走，我那傻弟弟不得哭死。他盼你盼得可久了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说完话，霸总姐开着玛莎拉蒂离场，而留我在原地对江瑞不断追问。这时他一改从前软乎可欺的模样，薄唇抿得死死的，就是不肯透露一分。被我纠缠久了，才吞吞吐吐地承认他对我蓄谋已久。姐姐，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认出你了，反正我就不说，等你想起我才行。又像奶狗有脾气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闹腾回到了家，撞见楼下等了许久的周玉。才短短几天没见，周玉就像换了个人。他看上去似乎熬了好几个夜没睡，胡子拉碴，浑身烟酒臭气，眼眶里全是红血丝。沈田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他缓缓抬起头，语气急切，知不知道我在你楼下等了一夜？他话语倏然息声，他的目光凝固在我和江瑞十指相扣的手上，一寸寸地含了下来。沈田，你别告诉我这些天就和他在一起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周玉失了冷静的语调，声线颤抖。但我实在懒得理会他，身边人太娇气粘人。哎呀，姐姐，我突然头有些疼，是不是山风吹久了？江瑞忽然把我一把揽在怀里，亲昵地把头往我肩窝处拱耸，好难受，要你照顾。我只能安抚地摸摸他的后背。没办法，太难招架。周玉当场红了眼眶，他死死盯着我，沙哑吼道：“你们他妈的这是在干什么？松开！我命令你们松开！”江瑞不耐轻啧了一声。下一秒，我感觉脖子上传来丝丝的疼感，用手机一照，红了一片。还真是不听话的小狗狗，这啃的，这是标记，不然我不放心。江瑞又咬了下我的耳朵，轻喘了下：“姐姐，我等你。”然后他朝周玉不屑地瞥了一眼，仰着头先进了房，像极了打了胜仗的大狗狗。我一下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。这下把周玉给气疯了，他指着我身上暧昧的痕迹要我说法。我很不解，至于现在装纯吗？从前周玉带着乔芷柔给的痕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他自己不是习以为常了吗？现在怎么又不习惯了？周玉被我反问住，他怔住，伸手想要抓我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沈田，如果这是你的新手段，好，你成功了，我会和乔芷柔分开，你和那个男人的事情，我也可以当作没发生过。你乖乖的给我回来，像以前一样。”很稀奇，我竟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失魂落魄的情绪。周玉现在竟然很难过，他竟然也会后悔。忽的，我觉得这一切没意思极了。周玉，周家对我有恩，这些年被你当狗一样使唤，钱也还了数倍，我自认为不欠你什么了，咱们好聚好散，别弄得太难看，家里还有个年人精等着呢，可不能浪费太多时间。但是周玉不让，一直挡在我的面前，嘴里反复着说要我给他机会。来回几次，他终于失去了耐心。沈田，你够了，我现在够给你脸面了，你不是就想要拿捏我吗？都给你台阶下了，别不识好歹。周玉就是周玉，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是个把我丢在小巷里自私跑走的烂货，没有恩情的光环，他就是个烂黄瓜的死渣男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狗叫？我呵呵冷笑一声，打着哈欠，一脚把人踹开。好狗不挡道，滚！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分开后，周玉酗酒消愁，出了车祸，直接昏迷进了 ICU， 就算醒来，也是一辈子躺在病床上。乔芷柔得知，二话不说就收拾东西溜走，可没逃多久，就被周夫人找人抓住，吐出了数千万，那都是她在周玉身上捞到的好处。其实周夫人来找过我，她满脸憔悴，佝偻着想让我去看一看周玉，希冀于我能奇迹般的把周玉唤醒。我思索再三，选择拒绝了。欠周家的恩情已经全部还清，我不想再和过去有一丝牵连。她也只是周夫人，不是我曾怀着希望想要报答的周阿姨。那天过后，我施施然享受新生活，江瑞却担心周玉还会再来找麻烦，马不停蹄的要搬家，带我直接住进了市中心400平的大房子里，里面家用水电统统齐全，连备好的睡衣都是我惯用的牌子，一看就是居心叵测。于是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抄起吸尘器当家伙，把人摁在落地窗前。江瑞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当时为什么会对我一见钟情？那样血肉模糊、鼻青脸肿的模样，你也看得上，该不会有什么怪癖吧？我摸着他手腕上的疤，悠悠然道：“是的。”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和某些显而易见的破绽，还有一丝丝若有若无的熟悉感，
让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。江瑞，就是当初那个路过救我一命的好好初中生，连我自己都快不记得了。直到有天无意间看到他腕表下深褐色的疤痕，那段被遗忘的记忆翻涌而来。江瑞被我摁住也不挣扎，还很坏心眼地伸手把我搂住。一瞬反转，角色颠倒，这下是他把我摁在落地窗上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当时姐姐你拼命拽着我的手，用力到把手腕掐破，可能是那股咬死不肯放弃的情绪直戳我心窝。就这样，对你一见倾心了。江瑞摸着我的头发浅笑，眼底划过一丝遗憾，可惜后来，否则的话能早点遇到姐姐你了。我吻了吻她的鼻尖，不，一切刚刚好，时间正好，和你相遇。